跑步有跑步鞋，踢足球有钉鞋，打篮球有球鞋，登山有登山鞋，去沙滩有拖鞋。重点是你有没有穿错鞋子？那人啊，至少还可以脱掉鞋子光脚走路，但车子不能。所以轮胎就是车子和地面的唯一接触面。你对车子轮胎的了解有多少？今天这集呢，我就带大家来快速的了解一下各种不同款式、不同形状的轮胎有什么分别。So let's go。首先，我们来看的是 Performance Tire 高性能轮胎。高性能轮胎有3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过弯和直行的稳定性，第二个就是湿地过弯和操控性能，第三个就是它的 dry braking 干地刹车表现。所以在我前面的这个呢，就是 Bridgestone Potenza 系列的 Potenza Sport， 还有一个叫 Potenza Adrenaline RE004， 那个是从15寸到18寸，这个 Potenza Sport 就是从18寸到22寸。它是 Lamborghini Huracan STO 和 Maserati MC20 的御用常态。所以 Performance Tire 有什么好处呢？它必须要有一个超宽轮廓设计，可以最大化的接地面积，就是让轮胎可以完全的覆盖在道路上面，确保它的稳定性。第二个呢，要怎样能够确保它在湿地过弯表现，就是它要有一个 asymmetric 不对称的沟槽设计。这4个沟呢，它都是不同的 size 的，所以这样子能够确保你在转弯的时候，它的花纹块不会位移，它也不会因为扭曲而去损失掉它的抓地力。第3个重点就是 dry braking 干地刹车，因为这种 performance tire 一般上都会安装在 performance car， 所以 performance car 大马力、大扭力经常都需要从很高的时速刹停下来。怎么做到呢？就是在轮胎这边采用一个 3D 的花纹设计，它能够提升花纹块的刚性，减少胎面磨损，让车子能够在最短的距离里面停下来。所以 Performance Tire 一般上强调的是抓地力、湿地过弯和干地刹车表现。但是我们讲到 Quietness 跟 Comfort 呢，毕竟就不是 Performance Tire 的主导，它的主导。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款轮胎是比较强调舒适性和宁静性的一款轮胎。Bridgestone Turanza 是一款舒适奢华型轮胎，然后在我前面的这个呢，就是 T005A， 它有16寸到21寸，适合 D segment 的房车，像 Toyota Camry、Honda Accord 和 Volkswagen Passat 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轮胎的花纹啊，跟我刚才介绍的 Performance Tire 不同的是，它的花纹相对来的多。它在轮胎这边就采用了这个高角度的刀槽设计，它能够软化轮胎对地面的影响。就是说它的弹性比较好，比较能够吸收掉路面的噪音。第二个呢，就是要怎么能够做到 comfort， 就是在轮胎的里面，它有这个 reinforced 的 sidewall， 就是强化它的胎边缘设计。所以当轮胎里面的边缘设计更加的强的时候，它就能够有效的吸收路面传来的这些大大小小的震动。第3个呢，就是它的湿地表现了，因为我们说这些什么 Camry、Accord 一般上他们都车子会相对来的重一点点。所以要怎么能够做到呢？就是在胎间处，它要有很大的这个排水沟槽，而且它这边也用了这些圆弧式的这个沟槽设计，就让它车子在刹车的时候，它的模块不会变形，不会位移。如果你是追求比较安静、比较舒服的乘客，我觉得Turanza是一个比较好的轮胎。如果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比较注重的是 long lasting， 注重省油等等，就还有另外一款轮胎，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所谓的省油轮胎。EcoPia 顾名思义 ，Eco 就代表省油。一般上这种省油轮胎都是各大轮胎品牌的入门级轮胎，就售价比较亲民的。像我前面的这个呢，就有 EcoPia HL001 和 EcoPia EP300。EcoPia HL001 呢，就适合一些 B segment 的 SUV， 像 HRV X50 等等。那它的尺寸从15寸到19寸。EcoPia EP300 呢，就适合 B segment 的车子，像 Vios、City、Almera 等等，它的尺寸从15寸到17寸。所以省油轮胎要怎么能够做到省油呢？就是它采用了低阻力的橡胶配方，像 EcoPia 就用了一个叫 Nano Technology 的配方，它能够降低轮胎的 Rolling Resistance， 就是滚动阻力，从而让到这个轮胎比较省油。但一般上省油轮胎大家都知道，可能它的花纹比较复杂，所以噪音也会比较多。但是 EcoPia 呢，它在旁边这边就用了这个Noise Diffuser Block， 就是一个能够抑制噪音的模块。除此之外，它还强调的是它的 Wet Grip， 因为一般上省油轮胎可能在湿地的刹车表现
是比较差强人意的，但是 Ecopia 呢，它在跟其他的竞争对手相比之下，它确实比其他对手能够在湿地上面，它能够用更短的刹车距离给停下来，所以它有适合，如果你是驾小型 SUV 的，有这个 H001；如果你是驾 B segment hatchback 或者 B segment 房车的，就有这个 EP300。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款所谓的 Premium SUV 轮胎，专为 SUV 设计的轮胎。Alenza 是一款专为 Premium SUV 打造的轮胎，这个轮胎大家并不陌生，因为我之前在介绍 Toyota Harrier、Lexus NX 和 BMW iX 的时候，Alenza 就是他们的御用轮胎。这个轮胎有从17寸到21寸，所以你可能会问，为什么 Bridgestone 要特别打造一款 SUV 轮胎，就用回一般房车的轮胎不就好了吗？因为 SUV 呢，它会比一般的房车和掀背车还要来得重，而且车身比较高，离地间隙比较高。所以比较重就代表它是刹车距离会比较长，而且车子在过弯的时候呢，它的 body roll 车身侧倾的状况也会比一般的车子还要来得明显。所以 Bridgestone Alenza 001做了哪一些东西，让到这个轮胎能够支撑 SUV 的重量和车身呢？第一个就是它用了这个 multi roll block， 它能够平衡车子与路面的接地面积，减少震动，同时能够降低它的噪音。那第二个呢，就是它有这个 M 型的沟槽。SUV 在过弯的时候呢，它的 body roll 情况很严重嘛，所以这个 M 型的沟槽呢，它就能够抑制这个胎块的变形，让到车子在过弯的时候能够降低这个 body roll 车身侧倾的情况。第三个重点就是它在花纹端这边用了这个圆弧化的设计，就是它的比较 round shape 啦，意思是，所以这样子做的好处就是能够提升它的湿地刹车表现。所以很明显的，这个 Alenza 001轮胎呢，就是一款专为 Premium SUV 打造的轮胎。如果你用的不是 Premium SUV， 就是所谓的比较越野型的 SUV， 又有哪一些轮胎适合那些经常要跑沙跑泥的轮胎呢？ So let's go。 Bridgestone Dueler 是一款 4x4 轮胎，就是用来越野的。但是 Dueler 呢，它有适合 on road 和适合 off road 都可以的轮胎。所以在这个 Dueler 底下呢，它又有 HL、HT、AT 和 MT。所以这些东西究竟代表些什么呢？HL 呢就是 Highway Luxury，HT 是 Highway Terrain，AT 是 All Terrain，MT 是 Mud Terrain。所以像我前面的这个呢，它就是一个 All Terrain 的轮胎。它有什么特点呢？它的这个间隙很大，而且它的胎的纹路是比较夸张的，就是比较大块一点点。所以这样子的好处就是呢，它的抗撕裂效果非常的好，适合在一些什么沙路啊、石头路等等都能够应付。那如果是极端越野的话，你就可以选择 Mud Terrain 轮胎，那个就是它的这个胎块的间隙会更加的大，更加的粗犷。所以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是比较注重 on road 的，你就可以选择 Highway Luxury 或者是 HT Highway Terrain 的轮胎。所以这个 Dueler 呢，它是从15寸到18寸，分成这几个款式，你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因为有些人是轻度越野，有些人是重度越野，有些人是一般 daily use 日常使用而已的。RFT Run Flat Tire 它其实不是一款轮胎的名字，它是一个技术。Bridgestone 的 RFT 呢，从1980年代就开始在研究了，所以现在 Bridgestone 的 RFT 已经来到了第3代的技术。那 RFT 一般上我们习惯叫它防爆胎或者施压续跑胎，意思讲说轮胎在没有胎压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继续行驶。以这个 Bridgestone 的 RFT 技术呢，它能够让车子在0 PSI 的情况下，以80 km/h 行驶80公里，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技术来的。那 RFT 轮胎它跟一般的轮胎的设计构造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因为呢，一般上车子我们说可能是1800公斤、2000公斤，当它没有胎压的时候，它要能够怎样的能够去支撑车子的重量，这个就非常考验它的这个技术了。那一般上呢，怎么去辨认这个 RFT 轮胎？就是呢，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胎边缘这边呢，它有这个 cooling fin， 就是一个散热的鳍片。因为当轮胎没有胎压的时候，你又在行驶，它很快的能够 generate 那些热量，所以这个 cooling fin 呢，就能够让车子在高温的时候仍然能够持续的在行走。那除此之外呢，这个胎肩也非常的重要啊，因为车子压下来嘛，你的这个轮胎的肩膀要能够承受得住车子的重量，所以它的花纹呢是封闭式连续性的花纹，就跟一般的轮胎有一点不同。具有 Nano Protect 技术的 New Sidewall Reinforced Rubber 增强型橡胶，是让 RFT 轮胎在零胎压的时候
还能够继续行驶的关键。因为优良的 reinforced rubber 才能够抑制 heat generation 热量的产生，防止爆胎。当然，不同款式的 RFT 会有不同的耐受度，最好还是要向专业的代理商请教。像我前面的这个呢，其实是2款不同的 RFT 轮胎，一个就是 Turanza T005，一个是 Potenza S001。T stands for Touring, S stands for Sport。所以如果你要比较运动化的 Run Flat Tyre 它也有；你要比较舒适型的 Run Flat Tyre，Bridgestone 的这个 RFT 技术也做得到。所以 RFT 轮胎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轮胎，因为有时候你在驾车的时候，可能是3更半夜的时候，万一你爆胎的话，你不需要叫拖车，你可以有80公里左右，你可以让到车子开到安全的目的地去把车子停下来。所以 RFT 轮胎它也是车子的安全性能的一部分。就像我开头时候说的你去跑步要穿跑步鞋，你踢足球要穿钉鞋，你去沙滩可以穿拖鞋，所以没有哪一种鞋子是最好的，只有最适合你自己的。那轮胎也是一样没有最好的轮胎，只有最适合你的。你是开 SUV 吗？你是开 4x4 吗？你是开跑车吗？还是你是开这些普通的 B7 轿车等等，你都可以在 Bridgestone 的 showroom， 在 Bridgestone 的 workshop 这边找到适合你自己的轮胎。你要高性能的有 Potenza， 你要舒适型的有 Turanza， 那你要 SUV 它有 Alenza， 你要省油的有 Ecopia， 你要越野型的它有 Dual 轮胎，你要防爆的它有 RFT 施压续跑胎。所以如果你对 Bridgestone 轮胎有兴趣的话，欢迎上 Bridgestone Malaysia 的网站去查询，找到适合你车子的尺寸。因为有些轮胎它只有15到17寸，有些有15到19寸，有些又有到20多寸等等都有。你可以上网查，也可以到各大的 Bridgestone 的 workshop 去找到适合你自己的轮胎。所以喜欢影片不要忘记分享、按赞、订阅，也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